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现在压不住军方就投美嘛，因为最新消息他会赴美去访问哦。那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被国内的强硬派视为是卖国求生吗？另外一方面，川普除了扶植这个临时总统当作是美国的傀儡之外，也封锁加勒比海的航道。但是他的眼中钉就是影子舰队在这边的船队哦，还是抓不完的，到底要怎么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南美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消息，因为呢，这个反美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突然间态度大转变，他是罗德里格斯哦，他决定呢要去赴美来求救。法新社是这样来做评论的，说川普就是因为要扶植这一位罗德里格斯，他希望他能够愿意配合美国利益的政权哦，所以要持续的支持他，而这是美国长期都非常习惯的一个手段了。那我们来看到美国军方为什么他这个罗德里格斯要赴美，就是因为委内瑞拉的军方现在已经实质掌控了军权，尤其是在马杜罗被俘虏之后呢，留下了一个密令哦，就是安插军方人马来掌控目前在委内瑞拉的不管是石油港口以及武装力量。那么强硬派人士也说了，这个临时总统这个决定去美国的举动呢，就是向区域帝国主义来完全的低头。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则是不断的强硬的说呢，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这边获得了5000万桶的石油运往美国，这不仅是美国的利益，他甚至还表示说，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很好的，因为他未来半年将赚得比过去20年还要多的钱，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一起来看哦。那美国现在实际的作为，最近又有哪一些动作呢？包括扣押了第7艘来自委内瑞拉的油轮之外，还做这个加勒比海的实质封锁，等于整个原油的航道现在都被美国给截断了。中国大陆原本进口的石油也直接归零。委内瑞拉真的有赚比较多吗？如川普所说的，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分析说，答案是错的，它的出口量已经直接暴跌幅度高达了75%。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临时总统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突然间求援美国，是真的压不住来自于军方的压力了吗？在背后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交易？那川普扶植的这位傀儡的政权，他是为了委内瑞拉的人民，还是为了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委员怎么看？委内瑞拉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运作都不太正常。这个在卢比欧在马杜罗被抓了以后，他讲了一段话，其实就是他的计划。第一阶段就是抓走马杜罗，第二阶段呢就是这个稳定过渡政府，第3个阶段举行大选，成立合法政府，大概有这么一个3个阶段。卢比欧在第一天就讲了啊，那现在等于到了第2个阶段，因为马杜罗抓走了啦哈。那至于说马杜罗抓走了，说他还有密令谁啊谁，没人会理他。委内瑞拉是一个很现实的，你被抓走了你就赶快走。不可能让他回来啊！那我掌控就是我掌控了啊，这是没有这种什么事情了啊！那国内强硬派人士，我那谁敢强硬啊？没人敢强硬了。那美军为什么搞了一大堆舰队在那边呢？那个叫做摆样子。什么叫摆样子啊？让委内瑞拉军方哦收钱的时候不打仗就说啊，那外面那么多美国军，我不要打了，我以免受了很多损失啊。事实上钱都换口袋啦，每个大军官都收到钱啦，所以一点都不意外。那现在为什么这个罗德里格斯呢要去美国要他来归顺？你给我乖乖的来。以前你讲什么无所谓，你现在来给我归顺啊！我让你当过渡时候的委内瑞拉领导人，因为现在整个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权利控制在美国手上嘛。而且他的外汇存底也控制在美国手上嘛，有钱的是老大嘛，付钱的是老大，你要乖乖来，不然我不给你钱了，对吧？没有外汇，你委内瑞拉就乱成一团，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来了。那你说川普讲的也是对，也是不对，就看他有良心有没有发现啊？你说我缴了5000万桶，能不能补我军费？可以啊，他的军费可以补了哈。那再来哈，他说未来半年要赚的比20年还多。那你有2个条件，你要必须达到吧？第一个，你很认真帮委内瑞拉卖石油，而且这个石油又乖乖的回到委内瑞拉外汇存底里面，而且你又肯给委内瑞拉政府花。那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何止是未来半年会赚的比20年多，搞不好多了几倍啦。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以前
石油只能卖少数几个国家，其他没人敢买嘛。啊，你现在如果是美国控制的委内瑞拉石油，你中南美洲就可以乱卖，卖到日本、卖东南亚都可以卖啊，所以当然量会很大哈。那再来就是说委内瑞拉好，因为它不准进口这个不止鸡蛋，所以它的设备都没有人投资，都老旧了，所以挖油的速度都很慢。那这个要美国公司来挖才行。那委内瑞拉那些贪官污吏，他没有能力去挖这些石油嘛。所以就看你实际上川普有多大良心要把委内瑞拉改善嘛。哦，所以其他的所谓委内瑞拉暴跌75%，因为根本你把油弄走了，没有人来挖了嘛。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也不敢挖，也没有油轮来了，那当然暴跌750%，暴跌100%我都不稀罕。他就在等你这个代理总统乖乖的来跟我签个我要的条约，我再放行。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啊。好，目前为止看起来，川普是在委内瑞拉这边最想做的就是让企业在这边做石油上面的投资，但目前美国的企业是不太敢去委内瑞拉做投资的。那川普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为刚刚说嘛，封了航道，然后控制了油轮，然后还有重化能源的流向，他是想要把委内瑞拉变成他的经济殖民地吗？那赖老师要怎么看？你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说，委内瑞拉是不是继续有这个大量的在开采这个石油？问题没有啊。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委内瑞拉的这个开采油的设施很陈旧、很落后，开采的数量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效率。那它目前的油其实是用储存的油来卖的嘛，所以美国现在能够抓捕到这些油轮其实是有限的。你不管说6艘、7艘、8艘，那每一艘的油轮才几个亿啊，那你说你10个艘也不过就是44个亿啊的，或者是50个亿的美元。但问题就在于，你到目前为止，你美国油商没有进入委内瑞拉去开采油，你美国的油轮没有进去委内瑞拉去把油运出来啊，你到目前都还没有。所以等于是这个部分，川普还是要去说服他国内的油商，说你们去开采吧。去投资嘛？现在的情况是大的油商不愿意进去啊。那你小油商他是卡政府的油，卡政府的凯去，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可是问题是小油商开采的油的数量不如大油商他开采油的效率好，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僵在那里。那有人就开始说，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所有的委内瑞拉的债务打水漂？不会，因为这是中美谈判的问题，不是中委谈判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跟委内瑞拉的债务就因为当时是用主权来去担保的嘛，用主权担保，那你总共有150亿美元的话，如果委内瑞拉的油都被美国人拿走，然后再卖出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未来要谈判的就是委内瑞拉的油跟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债务，你卖出来的油里面要还债给多少？那这个是要经过政治谈判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未来格里尔或者是贝森特或者是这个鲁特尼特跟中国大陆很快的马上要进入谈判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计划4月份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而且已经说了只会更好不会更坏。那只会更好不会更坏的情形下，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的债权这个部分的还债的偿债的部分的细节，我觉得也会是中美来谈判，不是中委来谈判，也不是美委来谈判，是中国跟美国说了算。美国也不可能去赖这个账，因为赖这个账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当初在利比亚也好，在伊拉克也好，也是如此嘛。也就是当时美国占领了伊拉克、占领了利比亚的时候，那事实上中国大陆跟利比亚跟伊拉克所签的这些协定还是要照走，我想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媒体尤其是绿媒的一直在说中国大陆打水漂了，我觉得你们太乐观了，想得太开心了，但实质上不会是这样。另外4%的委内瑞拉的油，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油几乎全部，我们有说对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也占中国大陆的进口油4%而已，很少，很容易能够找到替代者，所以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中国不会因为这样而就缺油，我想这个也是想太多了。所以我看到绿营的媒体兴高采烈的，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想太多了。是，好，有关于这个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中美之间会有一个更详尽的谈判，就看这个接下来怎么样在做相关的石油的进口的后续。那其实呢，目前为止，其实加拿大倒是看到了一个缝隙，他认为说，中国大陆暂时不能拿到美国的油，那没关系，我们就跟中国大陆发展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卡尼
尼最近呢不断的强调，他要深化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之间的能源合作。那其中包括了加拿大的这一家是这个跨山输油管道，可以将这个亚伯达省的原油直接送到西海岸，再出口到亚洲市场。看起来川普的这个封锁反而有助于中加关系的全面改善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李将军。再来就是说，美军疯狂的在加勒比海这边扣油轮，但是影子舰队真的抓得完吗？将军？加拿大所产的油其实跟委内瑞拉的品质很接近，那大概都是属于酸性比较重油脂的所以说中国来讲，它提炼的设备来讲，它可以提炼委内瑞拉油来讲，它也可以提炼加拿大油，它不要去另外更换设备。那当然加拿大就看上这一点了。当委内瑞拉的油没办法再卖给中国，或者受到限制的时候，它刚好钻这个空隙它将它的油卖给中国。因为原来加拿大要卖给美国，美国就可以它重税嘛，所以这次加拿大卡尼可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刚好都落到他身上，他刚好一方面可以卖加拿大油，二方面也可以替补中国的所需那第二个，我们讲说可不可以抓到影子舰队？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影子舰队。影子舰队顾名思义，它就是没有合法登记的船只的舰队包括它没有登记，所以它没有什么国籍，它甚至于说是漂浮在海上，它也在海上，它也关掉它的应答器，所以说你不容易发现到它，可以说是偷鸡摸鱼、浑水打鱼的这种船只运油的工作，甚至于它的船只，它可能出发的港口，譬如说是在委内瑞拉出发，可是它登记的港口可能在秘鲁，我在秘鲁出发，所以说当然美国来讲的话，要这个抓这些的影子舰队，它真的是可以抓，也因此我们看到，包括到这前几次被抓的船只，包括到俄罗斯的船，这个影子舰队被抓俄罗斯也没有话讲。当然最重要，我觉得可不可以抓得住？当然可以抓得完为什么呢？因为以美国它是用军舰去抓，军舰来讲，它船的速度比这个运油的船的速度要快很多，再加上它军队有雷达这些先进的设施。